贝，妈妈去给你买个棒棒糖，你在这儿等妈妈，千万不要乱走啊。嗯，我会在这儿乖乖等妈妈的。就在这里等妈妈，千万不要乱跑啊！有没有看见我女儿这么高，穿着红色的裙子？没看见。有没有看见我女儿扎着2个辫子？没看见，没看见。宝贝儿，我的宝贝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夫人，您不是特意来丢女儿的吗？为什么还要找？你蠢啊，总要做做样子给别人看啊！宝贝，我的宝贝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你们有没有人看见啊？我要妈妈。小朋友找妈妈吗？我刚才也看见一个女士在找孩子呢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有没有看到我的女儿？刚刚她跑不见了，我找不到她，在这儿呢。这个小女孩不会说话，她的家人不在身边，你看看她是不是你女儿？不，她不是我女儿，我女儿穿着红色的裙子，乌黑亮丽的长发，长得很漂亮，会唱歌会背诗。我是宝贝呀。可这小孩看见你就不哭了，自己跑来抱你啊？不，她不是我女儿，我女儿丢了，我要去别的地方找我女儿。快开车！夫人，您真要这么做吗？我李丽，3岁作诗，7岁跳级，15岁完成全部学业，精通8国语言，新闻界的一姐，是让所有人都羡慕的存在。我的孩子也必须是漂亮的、聪慧的，像我一样得到所有人的赞美。可她竟然是个哑巴，她就是我人生中的污点，我不能要她。谁让你是个女孩，还不会说话，怪不得我了。快开车！谁让你是个女孩，还不会说话，怪不得我了。快开车！夫人，小姐刚才说话了，您可以不用丢她了吧？可以说话了又如何？终究只是个女孩。开车。许静，那是不是有个孩子？谁家的孩子？这是谁家的孩子？别喊了，这孩子是个哑巴，被他妈丢了的。这么可怜啊！老公，我们赶紧先带孩子去医院看看吧。好，衣服给孩子先披上，别着凉了。好孩子，你醒了，有没有哪里不舒服啊？那你记不记得自己住哪儿，或者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？我配合我，别不要我！我的妈妈嫌弃我是个呲牙哑巴，不要我。如果我早一点会说话，就好了，妈就孩子，不会
这跟你没关系，是她不配当妈。她叫什么？我们带你找她去。老许啊，这孩子即便送回去，也免不了被再丢一次。我真是想想都心疼，倒不如我们收养他吧，好不好？好是好，可我们家那么穷，连养活自己都费劲儿，怎么养个孩子啊？我们俩有4只手，咋的还不能拼个命养个孩子吗？行。孩子别哭，先跟我们回家吧。大家好，我是今晚的新闻直播主持人，我叫李丽。欢乐，这就是你妈妈啊。能当上京都电视台的新闻直播主持人，她的学识肯定很高吧？如果你想回去，我们就算是拼了命也会带你去找她。如果你想留下，我们就是你的父母。我想留下。那你就好好读书，读出个人样，有天站到他面前去告诉他，是他瞎了眼，你不比任何人差。对，我们欢乐一定是最棒的。爸爸妈妈，从那之后我就努力读书。没钱，来了！二妹，你家这姑娘又不是亲生的，你倒是喜欢给别人养，那你不要跟我过来借钱啊！二妹，求你了，借我点钱给欢乐交学费吧。大哥，哎呀，你俩有病吗？为了个捡来的孩子背一屁股债，要养你们自己养，别拖累我。哥，我求你了，等庄稼收成了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是我没用，大哥，求你借给我们吧。很快就来到了高考前一天，这天刚好是端午节，天气阴转雨，宜祭祀。又是一年高考日，祝所有学子金榜题名。今年，我国顶尖的清北大学将会召开一场面对面的招生会，欢迎有想要参加的学子踊跃报名。这李丽啊，每天都会出现在电视上，欢乐却从来都不看。唉，有哪个孩子不想妈的？等高考完了，欢乐就会去找亲生妈妈了吧？你瞧瞧你，只要是欢乐的选择，我们就都得支持，知道吗？明爷，您这是干啥嘞？有好消息啊，老许！啊？什么好消息啊，明爷？老许啊，你们家走大运了，明爷呀，让我给说媒来了。说媒？给谁说媒？你们这是喜蒙了吧？这不明摆着吗？明爷看上你们家欢乐丫头了，这是婚书，赶紧过来把手印按了，这门喜事啊就成了。什么？明爷看上欢乐了？那怎么行？我们家欢乐年纪还小，他明天才高考，要去读大学的。高考？读大学？你女儿在全市最烂的高中读书，
没补过课，没请过外教。听说他背课文，旁边的邻居奶奶都会背了，他还磕磕巴巴。就这样，要天资没天资，要背景没背景的，还妄想考上大学。他如果考得上大学，老子把鞋给你舔干净。考大学是不简单，但我们欢乐比任何人都努力，我相信他一定能行。行什么行？欠一屁股债就为了给女儿读书，还是个捡来的野丫头。村里人背后叫你们什么？傻子啊！别管什么捡不捡的，这女孩子终归是要嫁人的。明爷要钱有钱，还宝刀未老。你们给了欢乐一次重生的机会，那眼下就是他第2次重生的机会嘞。就是。欢乐嫁给明爷了，你们夫妇也攀上高枝，可以享福了。明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们欢乐有他的人生和追求，我们不能把她嫁给您。不嫁，那你们欠我那20万块钱呢？赶紧还钱！20万？我们不是只欠了5万吗？怎么变20万了？看清了吗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每个月的利息是本金的3倍，你再拖着不还钱，20万还不止了呢！你们这是欺负我不识字，明抢啊！就是明抢又怎样？知道你们还不起钱，我为什么还借你？不就是想你女儿抵债吗？赶紧在婚书上按手印吧，别耽误老子去看划龙舟！哈哈哈哈哈！明爷，求求你，千万不会还的！不能拿我们女儿的终生幸福来抵债啊！会还？你们这家徒四壁的，拿什么还？等欢乐考上大学，我们就有钱还了。呸！许欢乐如果考上大学，你们只会更缺钱；如果没考上，你们家谁又有能力还？别浪费时间，来硬的吧！我们绝对不会把女儿嫁给你！不行，我们死也不会同意的。端午节的香囊就保佑我爸妈长命百岁，保佑我考的都会，蒙的都对。你们在干什么？住手！哟，我的小老婆回来了，你们还不赶紧放开我未来岳父岳母？小老婆，岳父岳母，爸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上个月借了他5万块，想着等这批粽子卖出去就可以还上，没想到他今天来要债，让我们还20万，如果不还，就逼着我们把你嫁给他。什么？这不是放高利贷吗？哼！明爷，求您高抬贵手，放过我们欢乐吧。欢乐他年纪小，伺候不好您的。要他伺候什么？他这漂亮的小脸蛋儿，这娇嫩水灵的白皮肤，就足够让我和他洞房了。走吧，小老婆，我们洞房去。明爷，不要伤害他！嗯，吃抬举，给老子滚开！妈，我还钱，明天我就把钱还上。老徐，是吗？你确定明天就还？对，我说到做到，明天我就把钱还给你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怎么办？就算卖血卖肾，我也做得到。好，那如果明天你没把钱还上，我就摆上3天3夜的流水宴，让全村的人都来喝我和你女儿的喜酒。走，咱们看赛龙舟去。哼，
记住哦，24小时不还钱，你女儿就做我小老婆了。哈哈哈哈哈！爸妈，你们没事吧？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，倒是你没吓坏吧？我不怕。老许，你疯了吗？20万，我们明天拿命还啊！当着孩子的面说这个干什么？你先去学习吧，明天高考，千万别影响了状态。爸，我已经成年了，你不要再当我是个小孩子，我可以为这个家分担了。分担什么？你书背好了吗？题做完了吗？预计能考上本科吗？之后想选什么专业？要你来操什么闲的心？我不是瞎操心，我是想帮忙。等我老了，管不动你了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。现在我才是老子，你还别想翻天。爸，全村都知道我是捡来的，他们笑话我笨，说送我读书是浪费钱，连我自己都想过退缩。是你鼓励我坚持下去，为了我，你们拼了命的在挣钱。别人过年过节正是休息的时候，而我们家正是忙的时候。就因为这时候卖的粽子、月饼、饺子会比平常要贵几块钱，我其实可以帮你们做事了，但你们从来不让，甚至连跟我读书欠了多少钱都不肯告诉我。你们让我觉得我是个废物。老许啊，你就不能跟女儿好好说话？要她跟着瞎操心干什么呢？她现在就是要保持心态，为明天的考试全力以赴。可这钱我们到底要怎么还啊？还不上钱，咱们家欢乐可就进火坑了。我去给人磕头找人借，能借的都借过一轮了，哪还有人肯借给我们？那就自己挣。挣？怎么挣？今年的龙舟赛，如果能得第一，整个船队将有20万块奖励，带头的能分个好几万，我们再凑点儿，至少先度过眼下的难关。我可是号称龙王的人，以我的实力，绝对没问题。那怎么行？你忘记医生说的了，你心脏病不能做剧烈运动。划龙舟，你是想死吗？什么想死啊？我们还有别的路可走吗？你就不要管了。可还要不要供女儿读书了？别说划龙舟，就算是要我的心肺，我也愿意。哟，徐嫂子，你女儿都马上是大学生了，平步青云，咋还出来卖粽子，干我们这种没本事人干的活呢？嗨，能不能考上还不确定呢。不确定，你们还背一身债送他，岂不白折腾了？这试过总比没试过好吗？切，不得了的样子，好像能考上省状元似的。省状元，哈哈哈，就一个养女，就他们当宝贝，你们信不信？等孩子有出息了，绝对认亲生父母去了。可怜他们背一身债，啥也没捞着。可怜的是那些借钱给他们的人。你可别在这儿摆啊！你这省状元的妈，我们不配。欢乐他妈，赶紧别卖了，你家老许出事了。出什么事儿了？他跑去赛龙舟，拿了奖金后就晕倒了，大家把他抬回家了。你赶紧自己送医院去吧。好，我现在就回去。王婶儿，麻烦你帮我收个摊儿哈。钱我带回来了，这医院我就不去了。你胡说什么呢？当然得去医院啊！别浪费那个钱了，我不行了。呸！你还硬了？别说这丧气话，我们赶快去医院。你自己使点劲儿，使点劲儿啊！害他妈
别折腾了，有几句话我要嘱咐你。虽然欢乐没提过要认生母的事儿，但我们终究不是他的亲生父母。我知道你心里舍不得，但还是得让人家母女团圆，知道吗？我知道，我当然知道，我不会阻挠的。欢乐他会争气的，等他的妈妈再见到他，一定会非常非常喜欢他。这么好的女孩啊，跟着我们受苦了。别说了，你别说了，我们先去医院好不好？即便再重来一次，我也还是会收养的。我死后，先别告诉孩子，别影响他高考，别影响他。老许啊，你就这么走了吗？你要我怎么办？爸妈，你们怎么还不起床啊？我今天高考了。起来啦，起来啦！怎么这个点了，爸还没起床吗？不像他呀。你爸他这一生太累了，想好好睡一下。爸，那你先好好休息，等我拿下高考的省状元，就带你和妈去菜市场买螃蟹、买鲍鱼、买波士顿大龙虾，把我们这些年舍不得吃、舍不得穿的都买回来。你们等我回来。瞎花那个钱干什么？如果考上省状元，不仅会发100万奖金，全国大学任我挑。邻居王婶借500，邻居大春借200，大伯父借800，舅妈借1200，姑姑借50，外婆借500，三伯父借3000，还有……欢乐，你怎么会知道这些？虽然我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，但你们对我却比亲生的还好。为了供我读书，你们哭过、跪过、求过，我都知道，我却只能痛在心里，什么都不能为你们做。这账本里记录的，不是你们欠他们的账，而是我欠你们的账呢。老许，你这叫我怎么办啊？怎么告诉欢乐你已经不在的消息？妈，你才42岁。就有这么多皱纹和白发了。我还记得当初你替人扫大街的时候，每天早上5点多就起床，给我做好早餐再去扫地，你自己却一口都舍不得吃。中午又赶回家给我做饭送到学校，晚上还要给我送饭。你就这样每天家里、街上、学校3个地方来回跑9趟，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起。妈不要你还，妈只要你自己过得好就可以了。还有爸，如果不是他风里来雨里去的，忍辱负重，养家糊口，我根本就上不了学。是他给了我成长和希望，所以你们是我最好的妈妈和爸爸。爸妈，你们等我，我一定会争气。等我考上省状元，拿到省里给的奖励，我就带着你们挨家挨户把欠的这些钱一笔一笔都还了，让你们从此以后抬起头来做人。好，妈等你，等你回来，给你庆祝。那，爸，你呢？你跟我说句话，哪怕给我个简单的鼓励都好。你是还在为昨天的事情生气吗？是我不对，不该对你大声。哼，小气。我倒数3个数，如果你不说话，我可就去考试喽。3、2、1。妈，你怎么了？没事儿，妈就是激动。你快去考试吧，
爸跟妈都等着你回来。不对劲，今天是我高考的大日子，是爸这么多年来最期盼的一天，他不可能不说话的。爸，他到底怎么了？好了，欢乐，你快走吧，再不出发要迟到了。可爸他为什么不说话？你让我看看他，我就走。你怎么就这么固执呢？你爸就只是想多休息会儿，你安心应付你的考试吧。他没事儿，真的没事儿。我就看看。害他爸，是你在天有灵吗？爸，你爸说了，考上省状元就理你。我一定考个省状元回来给你看，你等我。妈送送你。平常心对待，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了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准考证什么的都带好了吗？再检查一遍。检查过了，都带了。那我去考试啦。爸妈，等我回来，我会成为你们的骄傲。老许，要是孩子知道你走了，该怎么办啊？各位观众，早上好！今天是2026年6月7日，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帷幕，全国共有1293万考生步入考场。我们毕业了，献出自己。欢乐，你考得怎么样？还行，知道你最低调啦。哎，前面怎么那么热闹？我们看看去。同学，考完试现在心情怎么样？是新闻一姐李丽耶，她在采访高考学子，要在放榜那天联合几所大学的教授做个直播节目呢。我们也来上个电视吧。我就不去了。怎么了，欢乐？为什么不去啊？没什么，反正这是申请表，先给你，时间定在高考出分那天，你有兴趣就去嘛。我现在只想回家找我爸妈，感谢他们给我一次重生的机会。欢乐回来了，考得怎么样？考得还行。考完了就好，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你爸爸。端午节那天，他划完龙舟后就晕倒了。这2天你家连门都没开过，你妈也没出摊，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儿了。我爸去划龙舟了，他不是有心脏病，不能做剧烈运动吗？是啊，这不为了那第1名的奖励，好供你读书吗？你还是赶紧回去看看吧。知道了，谢谢王婶儿。老许啊，欢乐今天考完试就会回家了，你要我告诉他，他怕没了，你让我怎么面对他？真希望躺在这儿的是我啊！许晋死了，还欠不少钱呢。许晋死了，刚刚我看见静帆挂在门口了。许晋死了，刚刚看见他媳妇在门口挂着。他欠我的钱还没还呢。那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去要钱呀！明爷，徐老头过了。什么？徐老头过了？那还不赶紧背上聘礼娶许欢乐去？对了，还要备迎亲团，要喜庆，要声势浩大。这次一定要把那小妞押回来入洞房。恭喜明爷，祝明爷新婚快乐！大嫂，我哥平日里身子硬朗，怎么突然人就没了？是啊，好好人咋说没就没了？这里面怕不是有啥隐情吧？老许他为了还债，去参加划龙舟比赛，回来当天就
我当时就说过，你们借那么多钱送欢乐读书是在自讨苦吃、自掘坟墓。这下好了，应验我说的话了吧？可怜我哥了，这辈子还没享过福，就这么去了。老二啊，欢乐还小，你哥就剩你一个妹妹，这丧事就交给你们家做主吧。让我做主？你们父母过世的早，是你哥把你养大，给你张罗婚事。如今他的丧事你来操办，你哥九泉之下也会欣慰吧？他把我养大这个事儿，你们到底要念叨多久？当初许欢乐阑尾手术，我不是借给你们800块应急吗？这人情也还够了吧？我没有要你还。好了，我没工夫跟你废话。当初我是看在大哥的面子上才借800块给你们，如今他都死了，欠我的钱也该还了吧？什么？还钱？对，你还欠我家500，欠我的300也赶紧还来！还有我，欠我50了。欠大家的钱我都有按时还利息，而且是按高出银行利息还的，剩下的钱我一定会还。只是老许才刚走，你们能不能宽限我几天？宽限？怎么宽限？你们家唯一能干活的支柱已经死了，剩下你和许欢乐，一个老一个小，啥本领没有，既不可能腰缠万贯，也不可能功名富贵。我不趁着我哥龙舟比赛得了奖金来要钱，这辈子就别指望拿到钱了。不，那笔钱暂时不能动。凭什么不能动？我要自己的钱，天经地义。还钱还钱，跟他废话干什么？大家自己去找钱啊！有什么拿什么，离血本无归抢！别进去，求求你们了，滚开！求求你们了，别抢了！当初就让你别收养许欢乐，你不听。哥，你是村长，你快劝劝他们啊！现在你欠人家钱，要你还钱，天经地义。我求求你们别烦了，大家都别烦了，钱我会还的，我保证一定会还的，求求你们别拿了呀！求求你们了，我会还你们的，求求你们，钱的求求你们了，那是欢乐的存钱，快求求你还给我！我找到了，奖金在这儿。我找到了，奖金在这儿。不，这是老许拿命换来的。求求你们还给我，再宽限我3天，3天就好。我一定会连本带利把钱还给你们的。钱都到我手上了，还给你？当我是傻子吗？这钱是老许的命，是给欢乐读大学的。就再宽限我3天，我去卖血去卖肾，我一定会还你钱的。松手！松开！二妹夫，我们是亲戚，求求你们再宽限几天。还宽限个屁呀！放手，快放手！哥，我求你了，你是村长，德高望重，只要你开口，大家会听的。你的事儿我管不了，听到没有？没人会管你，快放开！再不放开我打人了！不，这是老许拿命换的，拿命换的呀！真是晦气！呸！不要动那些钱！把钱拿出来！这儿有事儿！给钱别拿出来！妈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欢乐，你回来了！你快劝劝你姑姑和大家，让他们先别拿走我们的东西和钱。3天之内，我一定会还大家所有的钱。妈，你为什么穿成这样？爸呢？你爸，他在哪儿？姑姑，我爸呢？你看到我爸了吗？我爸呢？舅舅，你看见我爸了吗？你们看见他了吗？谁看见我爸了呀？爸，我回来了，我考完试回来了。爸，那天
妈说你是累了，想好好睡一觉，没问题的。但是你先起来，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。爸，高考那些题我都会做。我可厉害了，是不是？你说过会等我有出息的，我现在可以孝敬你了。我有好多好多话想跟你说，我有好多好多东西要给你买，你还要帮我参考大学要读的专业呢，对吧，爸？不是说好等我回来吗？我回来了，你的女儿欢乐回来了，你醒醒醒醒啊，爸！欢乐，你爸他在端午节就去世了。对不起，因为不想影响你考试，所以没告诉你这件事儿。对不起，妈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知道你们是为我好，是我对不起你们。如果当初你们没有收养我，爸就不会死。不许你说这种话，你爸听见会伤心的。我和你爸最幸运的就是有了你。岳丈，岳丈，我的好岳丈啊！你怎么这么突然就去了呀？小旭还没来得及尽孝呢。谁是你岳丈？你别胡说！岳母，你这是打算不认账啊？不是说好的，如果你们没按时还钱，我就来娶你女儿吗？钱我还，我现在就还。不是还钱吗？钱呢？今天你要么把钱还给我，要么让你女儿跟我回家入洞房。我的小娘子啊，赶紧跟老爷我回去吧。你做梦！我才不会跟你回去。不回？你是想在这里当着你爸的尸体和我拜堂吗？明爷可是我们村第一首富，他能看上你是你的福气。你们这些人会说话就多说点，说一句我给100，两句我给200，说上10句可就有1000了哦。听到没有？还愣着干什么？许欢乐，说你愿意嫁。许欢乐，娘亲就大，我现在命令你赶紧嫁给明爷。许欢乐，嫁了吧！你看明爷出手多阔绰。对呀，欢乐啊，你已经让你爸爸为了供你读书丢掉性命，但你好歹还有个妈，嫁给明爷，你妈就可以享福了。你一个养女，不能一直这样只吸血不付出啊！这么好的事情，赶紧答应啊！哎呀，真是急死了！你乖乖嫁给明爷，我把这些钱还你。对，这些锅碗瓢盆都还给你们，存钱罐也还你，扫把也还你。赏，你们都有赏。拿走！你们如果要这些东西抵债，就都拿走。就算是拼了这条命，我也不会让欢乐嫁人。你不让？不让，坚决不让。真不让？打死都不让。行，那就打死吧。谁敢伤害我妈？欢乐呀，你可别学你妈这么想不开。我跟你保证，只要你乖乖跟了我，我让你这辈子衣食无忧，而且没有人敢欺负你妈。我们再将你爸风风光光下葬。这些事我不需要你的帮助，我自己有这个能力。什么？你有这个能力？哈哈哈！许欢乐，你不会真的以为你就在我们镇上读了个什么破高中，就能够出人头地、发家致富了吧？对，我不仅能出人头地、发家致富，还能让我妈以后也享福。好端端的一个漂亮女孩子，偏偏读书读傻了。这孩子是魔怔了，好好的日子不过，非要出去瞎折腾，总去做些不切实际的梦。我不是在做梦，我说过的话，就算刀山火海，我也会做的。我管你是真能考上还是假能考上，你家欠我钱不还，我就要你来偿还。愣着干什么？还不赶紧绑走！不要，明爷，求求你放过我们家欢乐吧！呸！老东西，你算个什么？也有资格求我？大伙儿啊，你们都说说公道话。如果是你们，愿意把女儿嫁给明爷吗？这是你家的事儿，往我们身上推干什么？就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哥，你是我哥，你是欢乐的舅舅，你还是村长，村里出现强娶的事儿，你不能不管啊！我这个村长是大家推举出来的，我也一直在为咱们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，保证绝不藏私，绝不偏袒。至于今天这件事，许欢乐，这一切都是因你而起，尤其是你爸的死，更是由你直接导致的。舅，不要叫我舅，你就是个捡来的。我妹妹妹夫原本可以过平凡普通的生活，就是因为领养了你，
又要供你读书，我妹夫才会为了那区几万块钱白白送了一条命啊！不是的，哥，你不要怪欢乐。一个小学考20几分的孩子会是什么读书之才吗？而许欢乐，你看看你自己，你为你的养父母做过什么？你甚至连你爸的最后一程都没送，而是选择去考那个什么破试。高考就那么重要吗？比你爸爸还重要吗？读书，把你的良心都读没了。是啊，明知道自己的爸死了，还跑去考试。捡来的孩子心不向着家。误会了，大家都误会了。欢乐根本不知道他爸爸出事了，是我的原因，是我瞒了他。他也是刚刚才知道他爸过世的消息。都到现在了，你还在替他遮掩？你以为我不是他自私？否则怎么会让他爸爸的遗体在家里躺2天都不发丧？这是人干的事吗？不要打我的欢乐！哥，你是村长，你快帮我想想办法，劝劝大家呀！我倒是有个建议，你愿意听我的吗？愿意，哥，你快说吧。要我说，穷人就该走捷径，天定的最大嘛。所以，只要欢乐嫁了明爷，你们家的困难不就全都迎刃而解了吗？不行！什么不行？难道哥说的不对吗？就许欢乐那蹩脚的成绩，还指望考大学去改命吗？连他亲生父母都觉得他没用，把他丢了，你还把他当个宝？不如听听大家的意见吧。明爷能看上，都是许欢乐高攀了，当然要嫁。家里都穷成那样了，有个男人肯娶，当然嫁呀。嫁了就能报答养父母的恩情，不嫁就是自私。你们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？哭哭啼啼的，成何体统？当年你就是不听我的话，所以才会跳进这火坑。你们养了他那么多年，如今他也快20岁了，是该回报你们的时候了。这个婚他必须结。不行，欢乐，你别听他们的。如果你嫁人，你爸为你付出的这一切就全都白费了呀。妈，你别担心，我不会嫁的。我爸豁出命的送我读书，我一定会圆了他的心愿，给他争气。还在拿你爸当借口，因为他不是你亲爸，你就这么不心疼吗？你就这么不心疼吗？欢乐，你没事吧？明爷，娘亲就大，许欢乐和您的婚事，我同意了。对，我们也同意。等许欢乐嫁给明爷，欠我们的钱就都还了吧。这是好姻缘呢。好，既然如此，就给我把许欢乐绑起来带回家去。明爷我呀，大摆流水席3天3夜，乡亲们都来喝酒啊！恭喜明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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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恭喜明爷！那就把新娘子带走吧。放开我女儿！放开她！放开我！你们这些混蛋流氓！这是为你女儿好，你还阻拦干什么？哥，不可以的，真的不可以！欢乐不能嫁给明爷。你简直就是冥顽不灵！你再这样，我就把你赶出江家，从此以后再也不认你这个妹妹。不能让欢乐嫁人，不能！你放开欢乐！你放开欢乐！妈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欢乐，你跑！你快跑！敢咬我，找死！住口！当众强行安排婚嫁，不合情理，你们的眼里还有王法吗？住手！光天化日之下逼嫁。李老师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还喊我一声老师，那就快把欢乐和他妈放了。明爷，欢乐才20岁不到，你这个年纪都已经可以做他爸爸了，你竟然强行娶她，害不害臊？李老师，我老婆死了，我是不是要再找一个？再找一个，是不是要找个年轻漂亮的？找年轻漂亮的，是不是刚好就欠我债的许家闺女许欢乐最好？我这是在救她出穷坑，在做好事呢。是啊，明爷真是大善人呐！你们简直是一群禽兽！你们的所作所为是强盗！欢乐他们家是欠了钱，利息给没给？甚至你们当中有不少人拿利息的钱都早就超过本金了。你们现在就是看他们家没有家庭支柱了，可以欺负了，所以才敢这么混账是吧？那我告诉你们，欢乐他一定会考上省状元，成为全村的荣耀，国家的栋梁。
李老师，难道他真的会考上省状元吗？怎么可能？许欢乐他一个贫困生，穷怎么了？贫困生怎么了？高考面对的是整个社会的莘莘学子，是公平的、平等的、公正的，每个人都有机会。这老大家女儿真能考上省状元？我呸！李老师，你少在这儿危言耸听。许欢乐能考上大学，我立马跪下来向他忏悔。好，那你就等出考试结果了再来。如果欢乐不是省状元，我把这条命赔给你。好，那你就等出考试结果了再来。如果欢乐不是省状元，我把这条命赔给你。我今天给你这个面子，但如果许欢乐没考上，那她就乖乖嫁给我，怎么样？行，如果真的没考上，我就嫁。好，痛快，一言为定。小媳妇儿，丈母娘，那我就等高考成绩出来后来迎亲了。我们走。难不成许欢乐真的可以考上省状元？李老师说的话可以信。省状元，我有个亲戚家的孩子就是现在在世界前10的大公司里当 CEO 呢。我也听说一个当了大官呢。如果真是省状元，那肯定不能得罪吧？真是天方夜谭。省状元，你们真的觉得一个在小山村读书的能考上省状元？做梦呢！我到底能不能考上，等过几天成绩揭晓你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就等着，都走吧。等放榜那天，再来看某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小孩嚎啕大哭。说的有道理，那就等高考成绩出来，看他还有什么话说。不，别走，先别走。今天是老许入土为安的一天，大家能不能留下来，给老许办一场葬礼？我还有事，来不了。我也是，我也有事，我也要回去了，天都要黑了，要下雨了，走走走。我的宝贝女儿真好看。妈，我一定要去吗？当然要去啊！最近这些天，电视台的人天天跑我们家来，邀请你去参加招生会，说明他们知道你成绩好，认为你能行。你的亲生母亲刚好是主持人，她一定也是这样认为的。他真的会吗？快去吧，别耽搁了。时隔这么久，第一次见他，妈给你准备了些见面礼，都是些家里的特产，你提去吧。妈，不用了，我不是去跟他相认的。听话，不管认不认，咱们礼数得做周到，知道吗？妈，我们留着自己吃好不好？你再这样，我可就生气了。我提去还不行吗？这才乖嘛。妈在家等你好消息。许同学不要紧张。许同学，你刚才说父母身体不好，家里还缺钱，你读书的钱都是他们借的，他们对你那么好，你应该也很爱他们吧？那是当然。可我听说你的养父前几天过世了。是的。他过世的那天，就是你高考那天，没错吧？没错。那我就想请问许同学，你的养父在高考那天过世，你为什么要让你的养母密不发丧，第二天还没事人一样照常去高考？我没，在我看来，养恩比生恩还要大。你的养父对你不薄，你却在高考和送养父最后一程中选择了高考。我没有。你先别急着解释，这是你的选择，我无权过问。但你的选择是不是太过自私了点？是不是寒了你养父母的心？还有，听说我要找你上节目，你还提了一篮子鸡蛋和腊肉来巴结我。是谁让你一个高中生就学着走捷径的？这些东西是你养父母平常省吃俭用都不舍得吃的吧？这也太狠了吧！他怎么能这么说啊？请问许同学，到底是什么让你如此的自私、忘恩负义？
为了自己的前程就可以罔顾父母的心血。你的10年寒窗苦读，没有学好知识文化，就只会这油腻的人情世故了吗？你在说什么？你别冤枉我！我说什么你没听清楚吗？你读书的时候，老师难道不应该首先教你的就是品德吗？有这种忘恩负义的学生，这种学生我临江大学不要。如果这件事是真的，这孩子废了呀！太自私了吧？怎么可以这么冷血无情？简直不配当人！我要是他爸，都后悔养他。不是的，是他歪曲事实。许同学，刚才可是你亲口承认你养父在你高考的时候过世的。收视率在飙，马上就要破2了。李老师，你不愧是我们新闻部的一姐啊！李老师真厉害。快，李老师继续逼问，把观众的所有愤怒情绪都逼出来。今天的收视率，我们肯定登顶。导儿，如果收视率登顶，接下来的黄金档是不是可以固定给我？你快先把眼下的新闻播完。你在威胁我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收视率登顶，接下来的黄金档就给你。但如果你搞砸了，我要你连饭碗都不保。可是这样歪曲事实，是不是把许同学所有前途都毁了？穷人这辈子能有什么出息？他们就是拿来当垫脚石的。许同学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如果再重来一次，你会选择去高考还是去见你父亲？许同学，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？如果再重来一次，你会选择去高考还是去见你父亲？原来这就是你叫我来的目的。请回答我的问题。如果再重来一次，你会选择去高考还是去见你父亲？你明明知道所有的事实，却故意这么报道。看来许同学不想回答我的问题。在场的观众，电视机前的观众，我能理解高考对于考生的重要性，也不能说许同学抛弃父亲选择去高考就是罪大恶极。但许同学为了完成自己的梦想，逼着患有心脏病的父亲去划龙舟赚钱筹学费，就真是十恶不赦了。我没有，你胡说！那我们来看大屏幕。许欢乐，我知道呀，她是我侄女，她呀成绩又差又自私，偏偏我哥哥嫂子又极其溺爱她，就是她逼死了我哥哥。许欢乐是我外甥女，他们家的事我知道。她逼着养父为她筹学费，心脏病突发死亡后，看都没看我妹夫一眼，就高考去了。那个女人要不得，之前总勾搭我，她成绩又差，不可能考得上大学的啦。这3人都是与许同学关系极其密切的人。我们的记者还采访了村里其他人，大家都说许同学除了会压榨养父母，除了会做省状元梦，什么都不会。你们合起伙来污蔑我，大家别相信他们！你们合起伙来污蔑我，大家别相信他们！许同学，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，毕竟我们现在可是在进行现场直播，你的丑事被这样戳穿，你脸面不保。但是我们每个人做出的选择都应该承受相应的后果。不是这样的！你别怪我，我知道这对你有些残忍，但新闻追求的是真实性。我今天将你曝光出来，是希望你能改正，因为你的人生还很长。我相信你养父的在天之灵也会希望你能洗心革面，重新做人。不是这样的，你这根本就是在歪曲事实。我歪曲事实？那这些采访是怎么回事？还有这些送我的东西又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东西是，这就是生我的人。为什么我会有个这样的妈？我们不去评判一个人的选择是对是错，毕竟那是别人的人生。只是鉴于许同学的所作所为，我想问问现场和屏幕前的观众，如果是你们，在遇到这种事时，是会选择高考，还是选择留下陪父亲最后一刻？天大地大，当然是亲情最大。那是收养你的人，他带大你全凭他善良，你就是这么回报他的？怎么有这么大一坨白眼狼？他们怎么能这么诋毁欢乐呢？不行，我得帮欢乐澄清。是根本的根，这下对，欢乐是好孩子，大家可算能看见了。怎么这么快就不见了？那我再发一次。
这群人怎么不听解释呢？还越骂越难听了。不行，我不能再继续这么待下去，我得去欢乐身边把一切都说清楚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？你明明什么都知道。我知道什么？知道你这种白眼狼有多不择手段吗？白眼狼，原来你是断定了我没有出息，才会这样为所欲为的利用我吗？那如果我有出息呢？什么？你会有什么出息？好了，已经没你什么事儿了，还有10分钟出高考成绩，你回去吧，我要采访下一个了。利用我把收视率做上去，就觉得我没价值了。你怎么说话的呢？难道你有什么价值吗？我当然有价值。哦，是吗？你说说，你有什么价值？我亲生父母抛弃我，我养父含辛茹苦送我读书，我发誓，无论经历什么，我都一定要好好读书，我也终将不负他们所望。这次高考的所有题目我都答对了，如果不出意外，我就会是今年的高考状元。什么？你会是高考状元？你在开国际玩笑吗？你真的了解我吗？你凭什么觉得我是在开玩笑？你是11中的学生，11中的升学率就0.3%，上到校长，下到老师，没有一个是名校出来的。而且开了这么多年学校，连一个985、211的大学生都没有。这样的师资力量可以出个高考状元，简直是在痴人说梦。那如果我考上高考状元了呢？够了！高考状元这4个字从你嘴里说出来，都是在亵渎。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会是高考状元？我现在宣布，他也进不了我们学校的大门。许同学，知错能改，善莫大焉。你还年轻，如果你脚踏实地，还可以有一番作为。教授，我说的是实话。真是异想天开。他是不是以为全世界都是他养父养母，会围着他转？我恨不得拿矿泉水瓶子砸他！不孝女，不孝女！大家都冷静一下，许同学只是年纪小，走了岔路。如果他肯改过，我们还是可以给他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。改过？我做错什么了？需要改过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做错了什么？你一错是辜负了养父母的养育之恩，他们含辛茹苦将你养大，你却连最起码的送终都做不到。你二错是不知天高地厚，读着升学率最落后的学校，却说省状元是囊中之物，贻笑大方。你三错是有错不改，全部观众都觉得你不对，你还在这儿狡辩，难怪你亲生母亲会丢弃你。如果我有个你这样的女儿，我也会丢。是吗？所以你就是这样想的，所以才把你的女儿丢了吗？你在胡说什么？难道她真的是我丢掉的女儿？如果你的女儿是众人赞美的对象，让你带出去很有脸面，你就不会扔了她吗？许欢乐，我们现在说的是你的事儿，你别在这转移话题。子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君子不忘本，百善孝为先。可主持人却只做对自己有利的事，不想要的统统丢弃。你这样的人，又凭什么做新闻？还口口声声还原新闻的真实性。你给我闭嘴！在这胡说八道什么？保安，把他赶出去！我们不欢迎这种恬不知耻的人。让我们倒数5个数：5、4、3、2、1。妈妈，我会说话了，别不要我。庄稼收成了，我一定会还你的。是我没用，大哥，求你借给我们吧。妈，
爸妈，这些年谢谢你们的养育之恩，可我都还没有来得及报答你们，爸就不在了。看看这统计数据，全省82万的高考生，本科录取率为43%，这就是实力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今年全省最高分数是多少分。749分，竟然是749分！749分，竟然是749分！749分，怎么会？真的是749分？难道许同学真的是今年的高考省状元？不可能，怎么会是他？一定是别的很厉害的高考生考了749分。许欢乐只不过是刚好猜中了这个成绩而已。对，一定是这样，一定是这样的。许欢乐不可能成为省状元。那好，那现在就查查我们欢乐的成绩吧。对，查。许欢乐，你把你的考号报出来，我们现在就当着所有人的面查。许同学，你快报考号吧。欢乐，快报考号吧，妈妈也想知道你究竟考了多少分。好，妈，我这就报考号，让他们给我查分数。哎，好。4384508，还真是越整越大了，这小妞还真是敢想啊！许欢乐考不上的，别妄想了。许欢乐要是能考上，我直播吃屎！我就不信他真的会是省状元。749分，真的是749分！许欢乐他是今年的高考省状元，省状元，真是省状元！不只是省状元，是全国状元！妈，我考上了。爸，你看见了吗？我考上了。欢乐，真的吗？这是真的吗？你真的是高考的省状元？不可能！高考状元怎么会是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丫头？不可能！李丽，事实摆在眼前，你就算不信也得信了。我的女儿就是这么优秀。李丽，愣着干什么？这是一手新闻资源呀，快采访！高考状元就在我们直播间，这破天的流量被我们接住了，耶！许欢乐是高考状元。妈，我配合我，别不要我！不，作弊，他肯定是作弊。你觉得作弊能做出一个高考状元来吗？那就是泄题，你一定是一早就知道答案了，所以才会考得这么好。是这样的，对，一定是这样的。你不能因为自己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就总觉得是我们欢乐有问题。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我要调查，我现在就要调查。李丽，你想怎么调查？喂，教育局吗？我要查一个人的考试成绩，许欢乐。对，我怀疑他高考作弊或者试题泄露。喂，教育局吗？我要查一个人的考试成绩，许欢乐。对，我怀疑他高考作弊或者试题泄露。许欢乐这个名字很耳熟啊，是高考状元吧？对，就是他。那就不会有错。对于这么高的分数，我们会很谨慎。早就看过了监控视频和他的草稿纸，证明他的成绩绝对是真实的。怎么会？我不信，我不信！不管你信不信，结果就是这样。不说了，我要赶紧去找高考状元了。也听说各大学校的招生办都赶来了，连国外的大学老师都过来找了。你真的是高考状元？一个哑巴，连诗都不会背的，竟然会成为高考状元？像我这样的学生有很多很多，我们就像杂草一样，长在不起眼的地方，但我们也从不会丧失对未来的信心。我想，这就是我为自己过去的19年
交的最好的答卷。太厉害了！欢乐，妈妈为你骄傲。妈，你说我爸他会看到吗？一定会的。许欢乐同学，省状元不，全国状元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我？许欢乐同学，省状元不，全国状元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找我？我是不列颠的哈尼教授，我们不列颠商学院在全世界排名前50。现在我代表学院诚挚地邀请您去我们学校读书，我们学校将为您准备一套单人宿舍，所有专业任你挑，学费全免。我是兰国洲际学校的布鲁教授，我们洲际学校在全世界排名前10。我真诚地邀请您去我们学校读书，不仅给您准备单间，专业任挑，学费全免，我们还给您每年100万奖学金。我是沙国油田学校的白鸽教授，我们油田学校在全世界排名前5，我们学校正需要您这样的尖子生，他们俩给的条件我们都能给，而且我们还给您和您妈咪申请了绿卡。来我们京大，京大也是国内数1数2的学校。我们医大是国内最好的医科大学。许同学，你想不想学医？我让最好的导师亲自带你。许同学，我希望你能考虑我们清北，我们可能给不了你太好的待遇，但我会竭尽所能助你圆梦。快看新闻，全国首富听说家乡出了个全国状元，要送他1套房和1个亿的现金，何止啊！全国前10强都发了 offer， 让许欢乐毕业后去上班。有富豪要投资许欢乐，给他开公司，整理要给许欢乐颁奖，做重点培养人才。许同学就该跟我出国，我们国家有最好的科学团队，该上清北，该上医大，我们医大需要他。欢乐妈，你相信我们一定会给欢乐最好和最大的支持。欢乐他心里肯定有选择了，就听他的吧。欢乐他心里肯定有选择了，就听他的吧。谢谢大家对我的优待，谢谢。该去哪儿读书，该选什么专业，其实我也想了很久。各位老师给的条件都很优越，但我心里一直有一个梦想。什么梦想？小时候学到一首诗，总会热泪盈眶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？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。所以我想要去清北选航天专业，我想从事航天研究，为祖国的航天事业献上一份力。真是太好了，许同学，谢谢你的决定，谢谢。是我该谢谢您给我这次机会。许同学，你再考虑考虑，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才是最发达的。看看我，我们学校好。谢谢各位的好意，但我心意已决。许欢乐，你疯了吗？你考了省状元这么高的分数，甚至是全国状元，你想选什么能赚钱的专业不行？金融、AI， 这都是现在的大热专业，甚至连绿卡都为你准备好了。你在大学就直接被各大集团挖走当 CEO， 之后就吃穿不愁了。你选什么不好？你选什么不好？选一条最难最苦的路。最难最苦，你有什么资格干涉我做的决定？就凭我是你妈。哦，你是我妈？刚刚你不是还说我这不好那不好，说我没出息吗？我也没想到你改过了，妈妈还是会以你为荣的。你不是我妈妈，我不需要你以我为荣。欢乐啊，你听妈妈的安排，妈妈不会害你，有妈妈的人脉，只要你之后努力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一个超级优秀的人的。超级优秀。妈现在就带你回家，带你去见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。如果他们知道你现在这么有出息，肯定会超级开心的。怎么了？妈妈要带你回家去见长辈了呀？这难道不是你这些年来最期待的吗？谁说这是我这辈子最期待的？不然呢？你这么努力的读书，还偏偏在今天找来，不就是为了让我认可你吗？现在我认可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错了，我这辈子最期待的是考个好大学，回报我的父母。
妈，我现在终于有能力给你好的生活了。哎，好，欢乐，只要你好，我什么都好。我唯一的遗憾就是太晚了。树欲静而风不止，子欲养而亲不待。我爸他，欢乐，你爸他会知道的，他现在肯定跟妈一样的开心。你走开，我才是他的妈妈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我再说一遍，我才是你妈妈，你是我生的，你跟他连血缘关系都没有，能有什么感情？我跟你才是没有感情。好，就算你跟他有感情，那我呢？我终究是你妈妈，我就算犯了天大的错，我也是你妈。你有什么资格当我妈妈？我是你妈，这件事不需要资格，这件事儿是事实。你是我怀胎10月生的。那你把我丢弃的时候，有想过我是你怀胎10月生的吗？不是的，你听妈妈说，妈妈是有苦衷的。妈妈当时也没有办法，如果我不丢了你……够了，你的解释我压根就不想听。小宝，在被你丢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开口说话，如果我能变得很优秀，你是不是就不会丢弃我了？在被你丢掉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都在想，如果我能早一点开口说话，如果我能变得很优秀，你是不是就不会丢弃我了？当然啊，妈当然不会丢弃你啊。其实妈妈早就后悔了。后悔？你吗？对的，妈妈后悔了。只是妈妈以为你死了，所以才没有来找你。你真的以为我傻吗？我也是在10岁那年忽然明白了一个真相。什么真相？10岁那年，我追着一辆车跑，嘴里不停地喊着妈妈。我追了100次，100次，车子都停下了。他们告诉我，能听见我的声音，但他们不是我的妈妈。所以，你当时明明听见我喊你的声音了，明明听见了，却没有停车。不是这样。阿嬷妈二爸我爸爸妈。我也一直在想，为什么你明明听到我开口说话了，却还是没有停下来要带我走呢？直到今天，我明白了，因为在你的心里就认定了，我即便会说话，也不会如正常人一样。你不想要我这个累赘，因为在你的心里就认定了，我即便会说话，也不会如正常人一样。你不想要我这个累赘，你肯来，不就是说明你心里还是想认我的？不是我要来的，是我妈。我妈她跟我说，让我来看看你。她说你想要报道我的新闻，说明你是认可我的。可没想到，时隔这么多年，再次见到你，你却是在歪曲事实，想要踩着我上位。你的意思是，李丽刚才播报的那一切都是假的？当然是假的，我有证据。当时我想着我的女儿要上电视了，所以就把电视台来找欢乐的人偷偷录下了。你们看，他们还在聊，说想要将这件事作为父爱的重点宣扬出去。可我没想到，你们竟然这么歪曲事实，竟然这样误导我们，骗子！李丽才是为了新闻无底线炒作的人。妈，我只有你一个妈妈，以后不要再逼我跟她相认了，好吗？好，妈不逼你了，再也不逼你了。大家稍安勿躁，稍安勿躁。李丽的事，我们一定会公开处分。台里是留不下她了，我们还要追责。不，欢乐，你救救我！我是你妈妈。我的妈妈只有一个，她绝不会是你。欢乐啊，别太伤心，你爸看见你这么有出息，肯定会高兴的。
妈，我知道，还哭？从现在起，你可是大人了呀。我就是想着我爸以前常常坐在这儿，他总喜欢偷偷的喝2口酒，然后就被你追着骂，那是他唯一的爱好了。可后来我开始读书了，我爸为了节约钱，就再也没有喝过酒了。如果我爸还在就好了，我一定给他买好多好多的酒喝。傻孩子，好多好多的酒，你爸不得醉得呼呼大睡好几天啊？哟，欢乐，你回来啦！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说一声啊？快上我家坐。王婶儿，我们回来做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走，不去麻烦了。什么重要的事儿也都回家再说嘛。你是不知道啊，你们家现在风光的嘞。我早就看出欢乐是有大富大贵之人，听说连省里的领导都在找你。你们娘俩这些天电话不接，人也不回来，到底去哪儿了？知不知道有多少老师啊、校长啊都守在你们家门口等着？那排场真的是我这辈子见过最大的阵仗了耶！王婶儿，我爸妈1年前找你借了5000块钱，这信封里是连本带息还您的钱，您可以看看。欢乐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王婶儿是村里为数不多真的对我们好的人，很谢谢你。欢乐，哎呀，我的好侄女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姑姑都想死你了。我的万生女，快来让舅舅好好看。大家都来了，那正好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些年我爸妈欠大家的钱，今天我会将这些钱连本带利都还给大家。傻孩子，说这干啥？一家人不说两家话。对呀，欢乐，我们都是一家人。妈，你觉得我们跟他们还是一家人吗？当然是啊，妹妹，对吧？早就已经不是了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难道我不是你亲哥哥吗？是，我们身体里是流着同样的血，但是在你逼着欢乐嫁给那个什么明爷的时候，你就不是我大哥了。我做什么决定都是为了你和欢乐好，是吗？当然是了。不，你是为了你自己好。让欢乐嫁给明爷后，你就相当于有了明爷做靠山，你的荣华富贵竟然想卖我的女儿实现。我没有你这样的哥哥。你误会我了。欢乐呀，你别听你妈的，你的父亲现在已经不在世了，家里没有个男人拿主意，肯定不行。不知舅舅要怎么给我拿主意？不知舅舅要怎么给我拿主意？有家大学虽然不是什么很有名气的大学，但是人家是新办的学校，那教学楼啊可漂亮着呢。我给你做主，你就去读书吧。不行，欢乐考的可是省状元啊，怎么能去读新办的学校？欢乐，姑姑给你相中了一个学校，是老牌学校了，虽然只是个2本，但人家资格在呀。你去这家学校读书，我都给你联系好了。去我说的学校读。去我说的学校读。听我的，我是欢乐的舅舅。听我的，我是欢乐的姑姑。娘亲舅大。够了，别吵了。舅舅，这是你借给我妈的钱，还你了。姑姑，这是你借给我们家的钱，还你了。欢乐，那你读书的事儿，你考虑考虑舅舅说的学校。从今天起，你再也不是我的舅舅。为了钱，你可以逼我嫁给一个年纪可以当我爸爸的男人。你说的那家学校应该也塞了不少钱给你吧？只要我答应去读，就会给你不少钱，对吧？欢乐，你怎么能这么想舅舅呢？你就是这么个人。还有你姑姑，你是不是也收了钱？所以不劳你们这些所谓的亲戚操心，欠大家的钱我都还了。以后我会带着我妈离开这儿。欢乐，你要去哪儿？你带着舅舅啊！还有姑姑，把姑姑也带上啊！欢乐回来了，哎呦，真是出息了呀！明爷，你看你这学也考上了，该跟我回家了吧？以后啊，你的学费我全包。明爷，这是还给你的钱。这么薄，你欠我的连本带利，
现在可是要还500万了。我们家才借了你5万，你现在要我还500万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对，就是这样。你能把我怎么着？你再确定一遍，我爸只找你借了5万块，你却要我还500万。没错，在这里我就是天。我不管你是考了省状元还是什么状元，就得按照我的规矩来。大家都听见了吧？我借他5万，他让我还500万。听见了，都听见了。好，我也录像了。现在这份证据，我会留着告你。告我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是谁在这儿大放厥词啊？警察？是我报的警，我要举报他收高利贷。你是今年的省状元。警察叔叔，他说在这里他就是天，我想知道你们会管他吗？管，当然会管，我这就把他带走调查。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放开我！欢乐，你果然长大了。妈，那我们也走吧。欢乐，妈就住这儿，你去看外面广阔的天地吧。妈，广阔的天地要我们一起去看。可你得病的事儿我已经知道了，我已经打听到了可以为你手术的医生，他说成功几率很大，我陪你去看看吧。等你把病治好，你就跟我去学校，我们带着爸一起去看外面广阔的天地。好，欢乐，妈听你的。